那个在炮火中奔跑的孩子，为了保护其他村民，只身将鬼子引入了八路军的埋伏圈，而自己却惨死在鬼子的刺刀下，年仅13岁。他的名字叫王二小，是个放牛娃。不久前还和父母兄长一起过着幸福安宁的日子。这天，哥哥带着二小外出放牛，二小闲暇时就瞄准树干练习弹弓，不料一弹弓打下去，树木居然直接爆炸了。二小当场吓傻，哥哥却猛然反应过来，这是鬼子对村落的轰炸。哥哥扭头朝家狂奔，想要救出屋里的父母，但已经太迟了。此起彼伏的爆炸覆盖了村子，二小的父母不幸葬身火海，而二小还呆愣在原地。隆隆的炮声与冲天的火光，仿佛一场噩梦，令他站立着流下眼泪。炮轰过后，大批鬼子开始进村扫荡，他们将生还的村民全抓去充劳力。躲在树后的二小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哥哥被鬼子抓走。从此之后，乡亲们在工地上被迫没日没夜地出苦力，还要忍受鬼子的欺辱与折磨。二小提着一个小瓦罐去给哥哥送饭，却被一个鬼子拦了下来。他夺过瓦罐，往里面吐了口唾沫，又将瓦罐摔了个稀碎，里面的饭团滚落在泥地上。二小哭丧着脸去捡饭团，又被鬼子一脚踩在手上。鬼子狠狠地踏了几下，然后大笑着离开，哥哥也只能无奈地吃下掺着泥沙的脏饭团。二小为了报复鬼子，从地上捉了一只蝎子，然后用弹弓将蝎子投进鬼子的衣领。那个鬼子被蛰得嗷嗷乱叫，但另一个鬼子看到了这一幕，他恶狠狠地端起刺刀指向二小。哥哥见状扑上前，死死抓住枪柄。快跑，二小！哥，跑啊，快去找八路！旁边一名村民抄起铁锨敲晕了鬼子，然后大声招呼工地上的乡亲们快跑。附近看守的鬼子见状，立马开始对四散奔逃的村民开火，大部分村民都在枪林弹雨中倒下，剩下的几名村民没逃出多远，就被鬼子追上来逮了回去。鬼子让他们站成一排，然后当场枪决。躲在墙后的二小亲眼目睹了这残忍的一幕，他大气也不敢出，趁着夜色飞快逃向树林深处，直到跑得筋疲力尽才停下来。这个可怜的孩子靠在树桩旁失声痛哭，失去亲人的悲痛，屠杀现场的惨烈，这一切都远远超出了一个孩子所能承受的范围。天亮后，二小失魂落魄地走在一条公路上，不料迎面遇上了鬼子的车队。二小急忙躲进路旁的草丛，等到车队驶过后才爬了出来，谁知正好有个鬼子，因为车辆突然熄火留在了原地。鬼子看到二小后强行将他带走，好在八路军的吴连长经过此处，他出手解决鬼子，救下了二小，然后将二小带到了八路军驻扎的村子。村子里有一个儿童团，但二小初来乍到，又因为还没走出阴影，所以沉默寡言，始终没法融入团体。年龄更大的孩子都把他当作没用的小鬼头。二小为了证明自己，竟潜入军火库偷了几颗手雷，准备拿去炸鬼子。结果还没走多远就被大雨困住，最后还是吴连长将二小接了回来。虽然二小的冒失之举严重违反纪律，但吴连长还是难掩兴奋之情。好小子，有种啊，知道打鬼子了啊！二小听了也激动地笑了起来。但一旁的刘老师却显得神色凝重，他认为这根本不是该鼓励的事。二小还是个孩子，打仗跟他没关系，这个年纪原本应该去上学念书。吴连长责怪刘老师太理想主义，鬼子可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，不把鬼子赶出祖国，人民就不可能过上好日子。二小听到了他们的对话，他认可吴连长的说法，也更加坚定了杀敌报国、为家人和乡亲们复仇的决心。同时对于刘老师也开始心怀不满。刘老师是儿童团教书的志愿者，他总是全心全意关爱着孩子们，尤其是失去亲人的二小。但倔强的二小却把刘老师的呵护当作对自己的束缚，因此经常跟他耍脾气，还把他的花摔在地上。你告诉刘老师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找我哥。这时吴连长赶到村子，号召乡亲们赶快转移，鬼子又来扫荡了。大伙纷纷从村子逃往山中，但二小却因为高烧晕倒在地。刘老师急忙背起二小，在山路上吃力地跋涉着。到达集合地点后，刘老师顾不得休息，立即从村长那里借了些药，
把二小搂在怀里，为他服下药。不久之后，二小醒了过来，恍惚之间，眼前的刘老师和母亲的身影重叠在一起，他们那温柔的笑容是如此相似。二小，醒了，好点了吗？刘老师看着二小虚弱的模样，又不禁悲上心头。二小，你还是个孩子，个头还没有枪杆子高呢。你一个人抱着地雷去炸鬼子，就算报仇了，也就是去送死。刘老师不想让你死，老师想让你好好的活下去。二小这才明白老师的苦心。后来，二小听吴连长说，刘老师的父母和弟弟都死在鬼子手下，他对鬼子的仇恨一点不比二小轻，但这不会动摇他关爱学生的心。打这以后，二小完全理解了刘老师。为了向老师表达歉意，他从山上采了一大捆鲜花抱到老师家，刘老师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此后两人的相处也越发亲密融洽，刘老师仿佛真的成为了二小的妈妈。这天，二小外出放牛时遇上了带队行军的吴连长。吴连长告诉二小，鬼子最近又要来扫荡了，让他回去通知村民们务必小心。八路军将在北山设置埋伏圈，让鬼子有来无回。二小得知后立即往回赶，然而鬼子的部队已经从山间涌来，二小终究还是迟了一步。此时刘老师正在另一侧的山头上课，他好像发现了什么，猛然间推开了身边的学生，但自己却被鬼子的子弹击中，一朵殷红的血花在他的白围巾上炸开，刘老师不幸牺牲。但孩子和乡亲们及时转移而获救。得知噩耗的二小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面朝苍茫广袤的天地，撕心裂肺地呼喊。愈加严峻的局势并未留下多少悲伤的时间，鬼子的扫荡越发频繁，村民的转移也越来越仓促惊险。这天，二小放牛时发现不远处就有一队鬼子，按他们的行军速度和方向，很快就会遇上正在转移的村民，已经没时间回去警告了。二小心一横，毅然赶着牛走出来，装作没发现鬼子的样子。鬼子长官山田见了，立即派人抓住了二小，并询问他村民和粮食的位置。二小并未听从，而是嚷着要他赔自己的牛。山田告诉二小，只要他乖乖带路，皇军不仅会赔偿，还会有很多奖励。见二小还在犹豫，他拔枪对准二小，二小这才假意屈从于威逼利诱，同意给鬼子带路。他准备将鬼子带到北山的埋伏圈，但走到一半，山田还是起了疑心。他突然翻身下马，一把拎起二小，怒目圆睁地质问他是不是八路的探子。二小并没有被吓到，而是机智地回答说自己不懂什么探子。此刻若是回答没有，也就意味着他明白八路军和探子的含义，势必会暴露计划。山田无法从二小的回答中找到破绽，就猛然拔出军刀朝二小劈去。好在他点到为止，只是吓唬了一下二小，但这也是在告诉二小，若是有什么差池，他就必死无疑。这一点二小也是心知肚明，但这个13岁的少年还是强忍着恐惧，继续带着鬼子朝北山走去。走进山谷后，山田又一次派人质问二小：小伙，你明不明白，前面要是有八路军的埋伏，你真的不怕死？你说啥？我不懂，什么埋伏？二小的回答依旧滴水不漏，山田也只好打消疑虑，继续向前行军，浑然不知自己已经置身于吴连长的包围圈之中。而吴连长之所以迟迟没有下令开火，就是担心伤到二小。只是二小并不清楚这些，他一边走在前面带路，一边疑惑地环视四周的峭壁。然而周围一片寂静，什么也没有发生。二小也有些着急了，明明自己成功把鬼子带进了埋伏圈，但八路军战士们却按兵不动。眼看就要走到最佳伏击位置，山田却发现了地势的危险，下令部队停止前进。二小情急之下猛地向前跑去，并拿出弹弓回头朝鬼子射击挑衅。山田大怒，下令部下上前抓捕二小。二小一边跑一边大喊：二小，小心，别伤着二小！啊！
狠狠地打！八路军战士们一起开枪痛击，凶猛的火力当即撂倒了前排的鬼子，剩余的鬼子仓促还击。山田看着二小在炮火和弹雨中越跑越远，他气急败坏，举枪瞄准二小，子弹打穿了二小的肩膀，那小小的身躯猛然一顿，然后强忍着剧痛继续艰难地奔跑着，但最终还是因为体力不支跌倒在一块石壁旁。一个鬼子很快追了过来，明晃晃的刺刀无情地捅进二小的后背，然后狠狠地将二小挑飞出去。二小伴随着飘飞的红叶一起坠落在地上。这位少年英雄为了保护乡亲，抗击日寇，献出了自己年仅13岁的生命。